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海底捞国际运营公司 Super High International Holding Ltd 在美上市后表现良好，计划借此扩大国际业务版图。70%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强化品牌和全球扩张。美国上市为公司提供了更广泛的投资者群体，提升了流动性，并便利了未来海外融资。接下来，日本4月贸易逆差同比扩大近 8%， 原因是日元疲软抬高进口价值，抵消了出口跳增带来的收益。接下来这条，夏威夷一法院判决血凝剂 Plavix 的制造商和分销商因为披露药物功效和安全性，向该州支付 9.16 亿美元。该公司表示不同意处罚，并计划上诉。让我们关注，台湾反对党议员将于周五就一项旨在限制新任总统赖清德政府权力的法案进行最后表决，这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下面这条， G7 财长将在意大利会面，讨论如何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援助乌克兰，并应对中国在关键市场不断增长的出口实力。美国提议通过贷款方式使用资产收益，但法律和技术细节仍有待敲定。与此同时，贸易问题也将成为焦点。美国近期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让我们关注，中大型银行要求分行经理向国企放贷，收购未售出住房，以支持政府上周推出的救市计划。银行将购置的房产作为抵押品贷款，以清退住房存量。让我们关注，英国通胀率降至 2.3%， 低于市场预期。能源价格下降和食品价格下跌是主要驱动力。接下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支持相信法国的企业，以回应道达尔能源可能在美国上市的疑问。让我们关注，英国监管机构对花旗银行处以超过6160万英镑的罚款，原因是其交易系统和控制中的失误。这是自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英国针对此类失误开出的最大罚单之一。花旗银行已收到监管机构的多次通知，要求其改进，但缺陷仍然存在。接下来，英国通胀率降至 2.3%， 接近央行目标 2%。 然而，降息可能需要更多支持。接下来这条，加密货币行业期待华盛顿本周立法推动监管框架和新产品，以扩大主流吸引力。众议院将于周三投票审议为该行业提供监管所需的立法。此外，投资者期待证券交易委员会即将批准首批直接投资加密货币以太币 SUSD 的交易所交易基金。最后一条，中国汽车技术研究院专家建议将大排量燃油车进口关税提高至 25%， 以应对美国提高汽车进口关税和欧盟可能加征关税。此举符合世贸组织规定，将有助于平衡国内外市场，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